卧推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过肩膀疼痛、手腕疼痛或者手肘疼痛的经历。其实告诉你一个秘密，这3个地方的疼痛我都经历过。在所有健身动作中，杠铃卧推是我做最差的一个动作。从刚开始肩膀疼痛到后来的手腕疼痛，到最后的手肘疼痛，这个过程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完全调整好。今天就把我对以上3个部位的调整方法教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到你。首先，肩膀疼痛问题，很多新手在卧推时候没有沉肩意识，或者在轻重量卧推时候可以做到沉肩，但是重量加大以后，肩膀还是会起飞。卧推完之后，肩膀这个位置就会有明显疼痛感，主要集中在肩锁关节，就是锁骨和肩胛骨上端结合处。严重的朋友还能摸到一个明显的骨性凸起，这种疼痛尤其在侧卧睡觉时候会更加明显。那么这个疼痛主要是卧推时候肩膀没有下沉到底，在这个状态下做推举动作，你可以摸到锁骨也在前后移动，那么锁骨与肩胛骨上端韧带就会被来回撕扯，导致炎症或者是受损，那么就会出现炎症。再做个实验，当你肩膀完全下沉之后，你再去做推举动作试试，这个时候锁骨就会固定不动。所以改变肩部疼痛最直接有效的做法是卧推时候做到沉肩。这里我给大家安排2个动作。一、沉肩练习，在卧推之前可以先做这个练习，坐着站着都可以。先呼气上抬肩膀，然后吸气尽量去下压肩膀，感受肩胛骨下沉收紧的感觉，一组15次，可以做2到3组。2、沉肩保持，如果你做第一个动作有改善，在卧推时候也有沉肩的意识，但是加重量以后还是控制不住，那么就去做这个动作，找一个双杠必须伸的架子，手臂弯曲压住两边扶手，让身体悬空，然后吸气缓慢把身体下放到最低点，然后呼气尽量去沉肩，把身体抬到最高点，在最高点保持5秒钟，再去重复动作，一组12次，可以做2到3组。其次，手腕疼痛问题，卧推时候常用半卧的朋友，手腕疼痛概率更高，因为杠铃和手腕之间存在一个附加的力矩，这个力量会压着手腕过度伸展，所以手腕会产生疼痛。有些人虽然也是全卧，但是还是会手腕疼痛。这个问题其实和半卧时出现的问题一样，都是因为杠铃没有压住手腕的根部，在卧推时候手腕过度弯曲产生疼痛。这里同样教给大家一种调整方法，当你握住杠铃的时候，稍微外旋一点手腕，让杠铃压住手掌这个位置，这样卧推的时候手腕就不需要过度伸展，那么也不会出现手腕疼痛问题。有些朋友可能感觉自己手腕已经外旋到头了，再也外旋不了，那么对于这些手腕灵活性比较低的朋友，可以通过稍微增加大臂的外展角度来实现杠铃压在手腕根部这个目的。最后，手肘疼痛问题，手肘疼痛问题分3种。第一种是卧推时候感觉手肘这个地方有肌腱滑动，疼痛位置主要是三头肌指点这个位置，这个问题主要是三头肌紧张造成的。在卧推之前可以先去拉伸一下三头肌，三头肌拉伸可以用这几个动作，或者任意你喜欢的动作都可以，最多拉伸2到3组，每组拉伸不超过30秒。因为有研究发现，运动前过度拉伸虽然会增加肌肉延展性，但是也会造成肌肉力量下降，所以不能长时间多组数拉伸。第二种是肘关节本身在卧推时会产生弹响，而且卧推完之后有时候小臂内旋时会卡住，弹响完之后又没事了，但是弹响的时候也会有痛感，这个问题主要是小臂外旋肌无力造成的。这个是小臂的骨骼，上面是肱骨，小臂外侧是桡骨，小臂内侧是尺骨。正面看，小臂的外旋、内旋都由这2个肌肉完成，一个是旋前缘肌，另一个是旋后肌，它俩都跨过肘关节，起点都附着在肱骨上，但是背面看，旋后肌的另一端附着在尺骨上，旋前缘肌的另一个点也附着在尺骨上。现在办公组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小臂几乎一直处在一个内旋极限位置，而且每天最少保持8小时，长年累月积累以后，最后导致旋前缘肌缩短，旋后肌拉长，造成2个肌肉的肌力不平衡，所以2个肌肉的合力也会拉着尺骨向外偏移，这样就会导致尺骨和肱骨的结合处发生撞击，最后产生弹响。也有些人说肘关节弹响和卧推有关系，因为卧推的时候小臂也处在内旋极限角度。个人感觉这个不成立，因为卧推一组的时间是1到2分钟，就算一次卧推20组，小臂内旋也就最多持续40分钟，和常年办公时小臂内旋的问题相比，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的。这里也教给大家一个动作，能够改善这个问题。手臂弯曲，手掌向下，小臂放在凳子上，手握一个小哑铃一端，然后呼气尽量去外旋小臂，在最大位置稍微停顿，然后吸气回到原位，
继续重复动作，一组15次做3组。这个动作尽量放在卧推之前练习，或者是不卧推的时候练习，这样效果更好。还有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养成外旋小臂把手掌朝上的姿势，这样也可以有效改善这个问题。第3种弹响是第一种弹响和第2种弹响的结合，可以参考前面第一种弹响和第2种弹响的训练，分别去改善。以上就是今天内容，大家有问题欢迎评论留言，拜拜。